冲动消费有多可怕？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容易被种草，一个物件、一节课程、一道美食都可以是被种草的对象。刷视频时，只要看到别人说好用的物件，就会立马下单，即便他根本不需要。因此，他买过一些很奇葩的物件，比如洗牙膏神器。看见自己喜欢的博主使用一些高大上的锅碗瓢盆时，就会截图去找同款，即便一个锅的价格相当于1周的工资。一节课教你成为拍摄大神，这种大忽悠的课程他买过不少，可依然是个不会拍视频的傻屌。最近在来看《小森林》这部电影时，他又看上了伍斯特酱油的做法，所以发来让我学，给大家出个高质量的视频。因此我就花了几百大洋买了煮酱汁的锅子、装酱油的瓶子。为了衬托这款酱油的味道，我又花了1块9毛8买了3个土豆做了可乐饼。所以冲动消费有多可怕？他可真是个好朋友。喜欢独处有多可怕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从小就喜欢独自玩耍。8岁时，一个人去水库游泳，差点淹死；一个人过马路，被车撞到，差点残疾。出社会后，一个人去唱 K 看电影，同事聚餐也很少参加，差点被认为不合群。但我特别懂他，他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思绪清晰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比如抠脚皮。他很喜欢加班，也不是他有多爱工作，只是上班人多，精力不集中，没有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，哈哈哈。所以他经常在深夜独自沉浸在办公的乐趣中，抠鼻屎的享受中，和打屁的放纵中。打屁之余，他喜欢看美食频道。最近他在看《小森林》这部电影，让我给大家复刻一下剧里伍斯特酱油的做法，所以这里给你们表演一个如何一口吞掉伍斯特酱油的搭档可乐饼。这种社交牛逼症的快乐，他可能永远体会不到，所以喜欢独处有多可怕？